今年很多人看完春晚之后，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：机器人太多了。小品里面有机器人，武术节目里面有机器人，歌舞里有机器人，分会场里呢还有机器人群演。热搜上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儿，叫"机器人入侵春晚"。甚至有人调侃说，这已经不是春晚里面插入机器人了，而是机器人春晚里面参入了少量的人类。这种感受呢是真实的。因为春晚在很多家庭的心中是一个情感的场所，是一家人团聚的场合，是年味儿的象征。但是当屏幕里面出现了大量的金属机身、算法驱动的动作，还有高频的技术展示的时候，自然会有人觉得人味儿变淡了。可是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长一点，就会发现春晚它从来不是单纯的文艺晚会，它一直都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时代产业的镜像功能。2000年代呢，是白酒和消费品牌密集出现的阶段。2015年以后呢，是互联网红包大战的主场。最近几年呢，是新能源车企的集中亮相。春晚始终是当年最重要产业力量的集中展示窗口。所以问题不在于机器人多不多，而在于为什么2026年机器人开始密集登场了。这是节目组的创意吗？是资本的营销吗？还是某种更深层次的产业信号呢？这一层才是我们认真值得讨论的问题。如果我们抛开不满的情绪，我们单看技术层面，今年的机器人确实和过去有一些不一样了。以前的人形机器人更多的展示的是基础的行走和平衡的能力，那今年呢，他们的动作难度明显提升了，连续空翻、单脚支撑、快速变队形、跑位，甚至和人类武术演员、歌舞演员同步对打一起跳舞，那这些动作对运动的控制、硬件强度和实时算法的要求都非常高。那这背后呢，是运控算法的升级，是仿真环境中大量试错训练的积累，是硬件电池峰值、扭矩的优化，也是多传感器融合定位系统的成熟。从工程的角度来看呢，这是一个完整系统能力的体现，而不是简单的遥控。更值得注意的是灵巧手能力的提升。你看，机器人在春晚上盘核桃、捡玻璃碎片、抓取道具、递物倒水这些动作对力矩控制和触觉反馈的要求极高。它意味着机器人开始从会走转向会干活了。过去呢，人形机器人最大的瓶颈是它的手指不够灵活，但是今年的展示至少已经说明，在受控的环境下，它们已经具备了相当精细的操作能力。还有一个维度呢，就是情感交互。仿真面部电机数量的增加，就是蔡明的那个机器人表演，表情频率的提升，语言节奏的配合，意味着机器人呢不再只是冰冷的机械了，而是尝试进入到人类情绪的表达领域。这一点呢，对于未来他们进入家庭场景是至关重要的。所以呢，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说，今年的春晚已经不是简单的噱头了，他们确实呈现了中国具身智能在运动控制、灵巧手和交互层面的阶段性的突破。但是技术进步成立呢，不等于产业成熟成立，这一点我们需要区分。我们来看春晚是什么环境它有平整的地面，摩擦系数可控，光照固定，湿度和温度都是固定的，而且机器人都是预设的动作。音乐节拍都提前编了成了，动作序列有预设，干扰极低，所以这是一个高度的标准化的、可控的、可以预演的环节。那么我们人类真实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呢？有复杂的场景，有随机的干扰出现，还有各种环境不同的变化。家庭的地面，比如说可能有地毯、有台阶、有杂物，比如说商场的人流是不可预测的，那工厂的地面呢会有油渍和粉尘，户外呢也存在着风速的变化、光照的反差、地面的不平整，真实世界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春晚的舞台。所以呢，舞台上证明的是这些机器人能力的一个上限，而不证明它们能够大规模的落地，也不证明它们商业化已经成熟了。但是这次的春晚呢，证明机器人可以在高度优化的场景里稳定的运行。下一步呢，就是在千家万户大规模的部署。产业真正的难题目前呢是几个方面，第一是成本。
当前人形机器人的单机成本仍然非常高，如果进入家庭呢，必须降到可以接受的空间。第二呢是续航和维护，高强度动作对于电池和关节组的消耗是极大的，长期使用稳定性如何是个问题。第三呢是安全冗余，一旦机器人和人类密切的互动了，它们一旦失误，代价极高，这就要求极高的机器人可靠性的设计。第四呢是产能，技术展示的成功不代表供应链已经准备好大规模的生产了。所以我们必须同时承认两点啊：第一，技术进步确实存在；第二呢，机器人的商业化规模仍然是在路上，情绪的极端化没有意义。说这是彻底颠覆时代，有点过早了；说这是纯粹的资本泡沫呢，也有点简单了。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啊，为什么在这个时点，那机器人这个行业被集中的推到了春晚的聚光灯下？如果我们把机器人登上春晚理解为偶然现象，那就看不清背后的结构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儿放到宏观产业周期里，就会发现它的出现几乎是必然。过去的10年啊，中国的资本市场经历了几轮核心的叙事切换。早期呢，就是这个互联网。14年到18年是支付和流量平台的竞争，随后呢就是新能源车和光伏的超级周期。2023年以后啊，AI 大模型成为新的增长焦点。但是互联网进入存量竞争的阶段了，新能源汽车呢经历了估值回调，资本需要新的长期故事，而具身智能正好出现在这个节点。它天然具备几个特征：第一呢，它的技术含量高，属于新质生产力的代表；第二呢，它的想象空间非常大，从工业到家庭，从服务业到公共安全，理论上它的市场规模极大。第三呢，它的研发周期很长，所以需要持续的融资支持。那么这3点叠加，就使它成为资本愿意压住的长期赛道了。那么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呢，也是同样契合的。当高端制造升级成为我们的核心目标，当 AI 能力需要落地到实体的硬件，当机器人被视为未来劳动力结构的一部分，那么产业背书就不仅仅是企业的行为，而是政策层面的方向确认了。春晚呀，作为国家级流量的窗口，自然就成为一个现象级的展示场。这不是简单的一群广告，而是一种共识的构建。它向市场在传递一个信号，这个方向值得长期投入。它向我们公众在传递一个信号，机器人将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。它向资本也传递了信号，行业已经进入了关键的阶段。从融资逻辑来看呢，长周期的产业往往都会遵循类似的路径，先是讲愿景、讲故事，然后做示范的场景，通过示范场景获得资本的支持，再用资本攻克真正的工程难题。春晚就属于这个示范场景的一个阶段，它不是终点，但是在资本结构当中，它现在是重要的一环。所以2026年的机器人集中亮相，它不是偶然事件，是产业周期和资本周期叠加的结果。春晚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。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20年，其实可以明显的看到产业的映射。白酒和消费升级阶段对应的是传统经济的繁荣时期，互联网红包大战的阶段对应的是移动支付和平台扩张，新能源车频繁亮相的阶段对应的是绿色转型和电动化的浪潮。如今机器人开始密集出现，意味着生产力升级进入了新的阶段。春晚正在从人们情绪表达的一个场景，逐步转化为生产力的展示场。它不再只是讲故事了，而是展示未来可能的我们的一种生活形态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消失了，而是时代重心在转移。当一个社会进入到产业升级的阶段，生产力本身就会成为叙事的一部分。机器人上台，本质上是对技术能力的一种公开确认。当然，这种变化会给我们带来不适，因为情绪和技术之间天然存在着张力，但这正是时代转型时期的特征。这种转变对普通家庭意味着什么呢？面对这样的产业信号，普通家庭最容易做出2种极端的判断：一种是盲目乐观，认为机器人时代全面到来了，概念股必然大涨；另外一种呢是完全否定，认为这是资本的游戏，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无关。更理性的态度呀，是把它放在时间轴上。机器人真正的进入我们的家庭，可能还需要几年，技术要成熟，成本要下降，
供应链要完善，都需要一些时间。短期内更多的是弊端应用和示范场景。从投资的角度来看，压任何一家机器人公司的风险都极高，技术路径尚未完全收敛，上游核心零部件、材料、传感器、控制芯片可能相对来讲还更具确定性。普通人呢用 ETF 的方式投资，分散风险，比追逐个股更加稳妥。但同时，我们也要看到，机器人产业呢确实有可能成为未来10年的重要方向之一。它和 AI 算力、能源结构、金属材料形成了联动。关注这个产业，但不情绪化，是更加成熟的做法。机器人没有入侵春晚，春晚只是提前展示了未来生产力的一种形态。舞台上的空翻和集群跑位是他们能力上限的现在证明，但真正决定胜负的是它何时能够进入工厂、商场和家庭。我们既不需要盲目的兴奋，也不必急于否定。产业升级从来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长期投入和不断试错的一个过程。2026年的春晚呀，更像是一个时间节点的标记。它告诉我们，中国具身智能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公众视野。至于它何时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，将取决于成本、机器人的可靠性和规模化生产的能力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这条路已经开始了。如果我们把春晚看成一面时代的镜子，那么今年镜子里映出的是技术成为了主角的新时代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